季春之月，同时华，红时见，平时生。这个季节，宝鸡的春天仿佛绽放了极致的盎然生机。在经历了上一次信义水库的考察后，王振江继续往来于宝鸡市周边的各大水库之间。那上耳呢？我左手是大，上耳是啥？还小鱼儿又不一定。今天的鱼情基本上还可以，基本上就是2斤左右的鲤鱼，还行，继续努力。刚打下几竿，钓况正好，王振江却收到了来自朋友分享的新消息。能让王振江如此积极的新消息，自然与大鱼脱不了关系。只是这一次，他们要去哪儿呢？10分钟后，王振江一行人来到了距离市区不远处的一个钓场。放眼望去，绿树环绕，碧草葱郁，如此美景，着实赏心悦目。然而，早已定居宝鸡数十年的王振江对眼前的钓场却知之甚少。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有朋友介绍，王振江顺利地进入到他新钓场的试钓部分。胡志国、林永刚2人则分别到附近查看整个钓场的作钓环境。眼前的水库呈阶梯形分布，其水面并不开阔。据王振江的朋友介绍，因为钓场隐蔽，能找到此处的钓鱼人也屈指可数，所以当前水库周围的钓位上，只可见到零零星星几位钓友。原本王振江今天只打算与好友到黑坑休闲小钓，并没有特别准备做钓大鱼的装备。面对这突发状况，他也只好草草准备，开始了新钓场的第一竿。今天来这个水库呢，是叫长寿沟水库，离宝鸡市区呢开车也就有个10分钟的路程就能过来，而且这里面主要是草鱼和鲤鱼比较多。今天来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一个要好的朋友给介绍过来的，要不然我也不知道。虽然我在宝鸡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也不知道这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。位置。试钓的过程十分顺利，从第一竿开始，王振江抛竿攻鱼的开合之势就再没停止过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几十分钟过去，虽然渔获不少，但皆以鲤鱼居多。这钓况让王振江露出了些许无奈。刚试钓了这一会儿啊，感觉鱼口挺好的，下去几乎也可以说是连口，但是大鱼还是没上。没上的原因呢，可能跟天气季节还是有关系。毕竟现在是冬嘛，这
要想在这儿钓到大鱼，也就在7、8月份最热的时候，这地方还是能出大鱼的。没有得见大鱼，王振江对这里的钓况却依然怀抱期待。大家到此处原本就是临时起意，所以有9分欣喜也算不虚此行。长寿沟水库距离宝鸡市区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，钓场环境优美，资源丰富，却鲜少有人知晓。神秘的朋友推荐的神秘钓场，这神秘的色彩下，是否还会有更加神秘的状况发生呢？陕西大师王振江的试钓之行会继续顺利下去吗？王振江的大鱼争霸之行看似小有波折，却一路顺风顺水。另一边，云南钓王陆德新虽然一直摸索在试钓途中，却状况不断。陆德新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，是5位大师中最早踏上探钓和找寻钓场路途的人。虽然每次都有收获，却皆因渔获的尺寸不甚理想，没能决定最终钓场的位置。这一次，因为好友王梅的推荐，陆德新再次回到云南的红河岸边。然而好事多磨，最佳地点已有人捷足先登，他们该如何应对呢？多番考虑后，陆德新决定还是以好的位置作为最优先考量条件。王美和钓场老板几番交涉下来，终于敲下了解决方案。我们一来到这里，本来我们定好这2个棚，被我们当地的那些人来把它清来了，他们站上去了，不好说了。我们只能拉一个棚来这里，然后我们就在岸上钓2个位，就 OK 了。2个人在岸上钓，一个在那个棚子上钓。没有办法嘛，现在。那个住们只有拉一个空的那个棚子过来嘛，拴在这里来住。我们暂时住了。这2个棚好嘛，我们订的这2个棚们被人家清来了嘛，已经把它订掉。2个人，看样子当明天走，我们再搬过去。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岸上钓一下，拉一个棚来这里拴起来住。我们现在只有这样，先去搬东西下去。好了，我们就抓紧时间搬东西吧。好的，好，抓紧时间。好，我们抓紧时间。解决了钓位问题，已是傍晚。趁着夕阳的余晖还未完全散去，大家开始了夜钓前的准备。上国钓一个，我在那个石头那里钓一个。3个人只有这样钓。对，他的棚子拉到那里，好，我们就这样钓了。好嘞，你钓哪里啊？我随便嘛，我就钓那里也可以，石头那里。好嘛，那我就去钓棚上。你钓棚上还是钓这里？我去钓棚上了。好嘛，你上去看一下。你钓这边没钓棚上？我钓这里。那我就去钓棚上了。夜色渐浓，陆德新一行人终于赶在天黑前安排好了这一次试钓的准备工作。虽然钓点有所改变，但又一次的红河之行会给他们带来与以往不同的收获吗？这段时间大部分上的都是草鱼、青鱼。我们主要的这段时间是要钓大的青鱼，但是青鱼呢，这开口不是那么好，草鱼是开口最好的，就钓草鱼嘛。现在我们兑一点草鱼食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鲤鱼。像这个鲤鱼底窝，我们也可以放进去打一点窝。现在呢，我们刚来嘛，试一下看看嘛。这是
对一点草鱼的，对一点鲤鱼的，还有这个罗非的。我们这里当地这个大罗非还是很大的， 2-3公斤的都有。那大罗非主要呢是钓一下试一下看看。主要的我们主攻的还是鲤鱼、还是草鱼、主攻还是大草鱼、青鱼。青鱼呢，现在我们来钓呢，这个地方呢，青鱼呢钓起来了，但是都是在20来斤的、30来斤的，大的再大40来斤的要，可能是下面还钓得到。这头钓到的都是30来斤大的。我们已经出现过30多斤的、40斤的嘛，那在下面一点、下游一点。我们现在在的是上游。好嘛，那我们就现在对，还得这个人，还有点草鱼的，草鱼是肯定钓得到啊。这点草鱼、鲤鱼、罗非，这个是肯定钓得到啊。好，就照着开一点。用这个草鱼窝料前期打窝，这个里面它就有一瓶这个是草鱼的添加剂嘛，就是针对草鱼用的这个。那个晚上，我就是钓4.5米，钓岸边，大概有3米多深。因为这个晚上呢，基本上大鱼很不动口，大鱼一般都是在白天天亮的时候，还有天黑的时候，还有中午，这3个时段容易上大鱼。寂静里，水波涟漪荡漾，似乎映衬着陆德新3人此刻的心情。对于大鱼强烈的期待，让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紧盯浮漂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王哥，帮我弄一下套网。看看这个野生鱼就是这样，你看，它是下巴都是金黄色的，这个就是这个里面的野生的，你看这个头部、嘴部。我现在用这个来得快，就是我过来以后，就是把这个线组弄线组之前，我才做的窝，然后完了以后下去第1竿中了一条翘嘴，然后第2竿是个空竿，第3竿就中了一条鲤鱼，但是那条鲤鱼也就是在500克左右，但是我希望能够中到大鱼，但是我也有信心，这个窝子里面绝对有大鱼。因为体型不算太大的鲤鱼，使他们再次回到马肚山的第1位渔获。虽与预期略有差异，但也算得上好兆头了。陆德新当然相信，大鱼一定还藏在窝子里，只是此刻正狡猾地观望着眼前的局面，迟迟不肯现身罢了。眼前的陆德新顺利解决了钓棚问题，开始了他的又一次试钓。而坚守在杭州西郊淳安县千岛湖支流的浙江大师钱跃进一行人，此时又有什么新状况呢？或许是今年南方的春季格外清爽，钱跃进一行人的试钓刚开始不久，小雨就星星点点地落下来。钱跃进一行人抵达钓点时已是下午2点左右，
稍作准备，今天白天的做钓时间就过去了大半。除了邓锦禄的徒弟小郑中了几口，他们下午的钓况就再没有任何进展了。到这个位置以后啊，我也测了一下这里的水深，我今天用的是一只7米2的前打竿，那我现在钓的深度应该是在5米左右。当然，我们如果钓的再深的话，有可能我们的装备各方面都有问题了。那我刚好钓7米2这种竿子的话，钓个5、6米深，5米多深，我觉得是比较一个合适的一个水位。再一个而且这个季节呀，有可能大鱼在特别深的地方也不一定可靠了，因为毕竟过完年以后，这个鱼啊也会上滩去下子啊，或者是从深水区游到了半浅的这种水位，所以说我今天选在这个5、6米深的位置，4、5米的位置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。长久的等待，大概是每一个钓鱼人必须经历的过程。因为钓场的基本情况完全符合钱跃进的理想状态，怀抱着期待的他们，究竟会收获什么呢？夜深露重，清爽适宜的温度骤然转为寒凉。这巨大的温差对夜钓的他们来说，可能意味着眼前的困难不仅仅是时间而已。现在我们晚上开始垂钓，一般情况下呢，因为晚上的话会安静一点，湖面上面渔船什么东西呢会少，那么干扰会少一点。那鱼呢，正常情况下晚上的话吃口啊各方面都会好一点。但是从今天晚上来看呢，好像风有点大，就有点，因为现在天气不怎么样，同学对吧？啊，你看那边也上鱼了，同学对吧？说明晚上呢对上鱼呢还是有一点好处的，就是。湖面上传来细微的水流声和呼啸而过的风声，大家安静地守在自己的钓位上，偶尔传来上鱼的声音，但渔获的尺寸却依旧不大。晚上8点左右，湖面上已是伸手不见五指，此处环境偏僻，附近的村落更是寂静无声。或许因为气温骤降的因素，白天还在水边做钓的人们也早早地离开了，只有钱跃进一行4人还在继续夜钓。其实晚上就是下半夜的时候啊，在夜深人静了，那大鱼靠的概率会很高。但是由于这2天这个气温下降，加上这个雨和风呢，也是个未知数了。所以说我还是想去坚持一段时间，看看能不能守到这个大鱼。白天因为有可能这里过道、船啊、人声啊，有可能会蛮吵的。当然小鱼会有，特别大的鱼可能它胆子小，也很狡猾的，有可能它不怎么会靠。所以说我还是坚持再守一守看。